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说一说觉性。在前2天呢，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提到了觉性，可见它的重要性。我们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呢，大体涉及到这么几个感知：觉、意、知、念、识。举个例子，比如下雪了，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雪花，但是对雪花的觉已经产生了，只是我们还不确定。在看到雪花的刹那就是意，紧接着对此进行了确定，就是知。凭借过往的经验再多想那么一点，瞬间有关对雪花的念也就随之生出，把这个念加固后就形成了识。有关雪花的认识形成后，相应的判断也随之而出现，并且会立即输入我们的大脑，和以前的有关雪的信息相叠加，形成一个有关的概念。雪在冬天降落，是白色的，美丽而且比较冰冷，温度高了它会融化等等。每当有人说到雪，或从电影书籍里看到雪，这个认识就会自然出现。这就是判断，判断加深就形成了习性，习性就是业力，我们的大脑就被它束缚支配了。整个过程中，那个最先有的最重要的觉一直被忽略了，所以我们的业力是由眼耳鼻舌身意这6种感知功能共同组成的。这6种能知能觉的作用，便是6种觉知。比如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光线，耳朵能听见声音，大脑能知道自己的念头。实际上，这6种觉知是同一个觉知，就好像我们的眼睛在看时，耳朵也能听，大脑也能想，所有的图案、声音、触觉、念头都能同时被一个主体全面地接收，这个便是觉知。不过，觉知是觉性的显现，并不代表是觉性本身，或者说，这个觉知是被污染过的觉性。这种污染便是一种直取和向外探求，就好比眼睛喜欢看美景，耳朵喜欢听妙音，大脑并不喜欢安静，总是习惯让自己发生一点念头和思想。所以，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不再执着于能见能知的现象，一颗能知能明的心不再攀缘外境，此时便是心灵的觉醒，即是觉知回归于觉性。所谓攀缘，攀即是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、大脑能知能明的作用，缘即是能被觉知的对象。简单的说，眼睛能够看见叫做攀，能被看见的镜像叫做缘，内心能够知道自己的念头、情绪、思想叫做攀，所有的念头、情绪、感受叫做缘。再进一步来说，能知的心称为主观，所有被知道的现象，包括自己的念头、智慧都属于客观。这个主客观不是以身体为界限，不是说身体以外的人或者花草树木等等这些属于客观，而是这具身体本身，包括身体所产生的一切现象，例如记忆、向往、思想、身体感受等等都属于客观。而恰巧当我们不再去思维分别眼睛看见了什么，头脑发生了什么，就是将觉知完全从眼耳鼻舌身意6种功能中抽离出来，就是分别的觉知回归了整体的觉性，就是心灵的觉醒。6祖慧能说后念离境即菩提，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念觉知忽然离开对各种境界的执取和分别，便是回到了觉性。也就是说，眼睛能看见事物，这个看见叫做觉知；心能知道念头和智慧，这个知道也叫做觉知。而当我们把对眼耳鼻舌身意的6种觉知抽离出来，尤其是把对思维分别的觉知抽离出来，即是将觉知从现象中抽离，这个时候觉知就成了觉性。
这个过程是彻底而迅速的，这代表着当现象刚开始产生的时候，觉知就被同时抽离，而看见即是抽离，觉知即是抽离，并不存在一个抽离的过程。然后我们时刻瞬间都将回归觉性的整体，而不是分别的觉知。就好像念头和情绪产生的瞬间，即便这个念头是一个美丽的善念，一个喜悦的期盼，一种智慧，又或者是一个烦恼的分别，我们都要立刻将觉知从中抽离。这也即是圆觉经所说的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。从一切现象中，无论是出世的智慧还是入世的妄念，都彻底脱离，这就是觉性本身，以至于连离这个概念也要看破和脱离。这也相当于将能量从这场现实大梦中回收。所以我们不要留恋任何一种智慧的教导，任何一个喜悦的念头和期盼，更不要把任何一个念头和体验当真，从而搭建出更多解脱烦恼或追求快乐的念头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这即是轮回。这些对于存在的真相来说全部是假象，是《金刚经》所谓的梦幻泡影。意识存在的真相即是自我，也就是小我的消失，即是现象的消失。当我们整体觉性不再去攀缘，觉知与现象都将不复存在，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存在的本来面目，一种真正的善和慈悲才会产生，而不是我们头脑中那些变化无常的善念和恶念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体会到这种本来面目，而当觉知再次介入和分别时，即是开悟的终结，即是觉性再次迷失。例如，如果有人体悟到了觉性后忽然感叹，原来这个就是觉性，就这么一念，即是只取了念头，便不是觉性本身了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体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也要丝毫不执着，更不能去再次思维和分别。正如圆觉经里所说，有觉有照，是名障碍。意思呢，就是总想要去觉知点什么，感受点什么，这个反而是一种障碍。是故菩萨常觉不住，照与照者同时俱灭。所以菩萨在觉知中什么也不去执着，觉知与被觉知的现象就会同时消失，这个时候觉性才会显现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所有佛家的教导呢，更像是让我们把万千种虚幻集中于一种虚幻，而最终将这一种虚幻破除放下，便是觉性与实相。离一切相即是实相本身，离开佛相、烦恼相、欢喜相、惆怅相，我们即是智慧本身，即是实相本身。从实相，从存在本质，从圆满的觉性来说，没有任何人需要做任何事，没有修行与修行者存在，修行也只是一种现象，就像是用一种相对平和、集中的妄想，脱离了以往种种粗沉而又变化无常的妄想，而将这最后的有所得、有所求、想要造作的修行妄想破除，即是觉知从现象中抽离。所谓空此一念，也是这个道理。未来与过去都只会以当下的形式、当下的念头、当下的觉知发生，破除当下的这唯一一念，当下即是彼岸。我们也完全无需担心一切该如何继续，我们的双脚依然会行走，情感依然会发生，大脑依然会思考和判断，一切都会如其所示，一切也会阻力更小，自然流畅。唯一的区别只是没有了所谓的自我参与其中，一切烦恼与喜悦都会转瞬即逝，我们也不再追问和执着任何答案和真相，不再追求解脱与远方的净土，而是有一种更开阔、更祥和自由的存在时常浮现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
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